嗨，大家好，我是 Hous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So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ony 的当家花旦漫威蜘蛛人迈尔斯·摩拉斯，他也是 PS5 首发游戏之一。那我们今天会针对3个面向来做介绍，第一个是游戏的体验，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剧情的内容，然后第三个就是角色设定的部分。Go time? Go time. 这次的故事主要是发生在美国纽约的哈林区，借由蜘蛛人的视角，只要熟悉蜘蛛人的攀爬、摆荡、跳跃、滑行等技巧，我们就可以轻松地畅游这片都市丛林。在次世代主机 PS5 的表现上，除了带给我们高画质的享受外，游戏还另外提供提升效能的模式，加强游玩时的爽快感。本次游戏的技能也相较前作多了许多有趣的延伸，如强力攻击的毒液技能和可以偷袭敌人的隐形技能都相当有趣，让游戏的趣味性大大提升。尤其是我最爱的隐形技能，让敌人吊在半空中，这种无厘头的打法可以减少一昧攻击后的无力感。而在本次游戏中 BOSS 的玩法也各有不同，面对体型较大的对手，我们需要利用现场的道具或机制来完成挑战，而面对体型相等的敌人则比较容易。比起前作，本次的蜘蛛人更喜欢用混战的模式来表现，用海量的敌人来提升游戏的长度，其实相当可惜。期待后续 DLC 的补进吧。这次故事主要是围绕在新蜘蛛人迈尔斯·摩拉斯的剧情部分上，因为背景发生在圣诞节，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式家庭融入了多元文化和在美国过节的生活氛围。整个故事的张力不像初代蜘蛛人那么让人印象深刻，毕竟彼得·帕克也陪我们走过那么多岁月，要像美国队长或钢铁人那样光荣退役，想必还要再花上许多时间。本作的故事主线流程相对较短，游玩后会比较像在看一般蜘蛛人的短篇影集，出场的角色也不超过10个，真的相对较少。对于反派的描写也比不上前作，动机相当薄弱，但我们可以享受到新旧蜘蛛人同框演出的机会，会让我们更加期待电玩版后续的故事发展。最后是 House 对本作的角色设定的一些想法。Sony 在本次次世代主机游戏发表上选择蜘蛛人作为首发，且用新蜘蛛人迈尔斯·摩拉斯来带出，不难让人联想到 Sony 希望世代交替的想法。而迈尔斯·摩拉斯在漫威宇宙也是新生代的代表，带入许多因为新时代来临的变革，英雄也不再是有种族上的芥蒂，可以容纳更多元文化，这才是次世代最重要的议题。而你对于蜘蛛人的新世代有什么期待呢？喜欢彼得·帕克多一点，还是迈尔斯·摩拉斯多一点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Hey, get out of here, kid. We'll take care of them. Did you see his face? You did good, Spider-Man. Thanks. Who is he? That guy? He's our Spider-Man.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哦。